成为富人一定要先去模仿富人。但这里要先说清楚，模仿富人不是模仿他们买什么包、开什么车、住什么房子。对，不是看见别人喝贵咖啡、穿高定、住酒店，就觉得那叫富人生活。那是富人的消费结果，不是富人的能力来源。真正值得普通人模仿的是他们怎么安排时间，怎么管理身体，怎么学习，怎么找反馈，怎么靠近更厉害的人。还有一点，怎么对目标保持长期的激情。其实很多人一提到富人，会本能的有点抗拒，觉得这是不是太功利、太现实了？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个词妖魔化。想让自己生活更有底气，想有选择权，想不被钱一直卡住，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愿望。钱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缺钱真的会让人失去很多主动权。所以这期我们想聊的不是暴富，也不是财富神话，而是如果一个普通人想慢慢变好，哪些富人的习惯值得先模仿起来。我觉得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会模仿富人的结果，不模仿富人的过程。对，比如看见富人住得好，就想升级消费；看见富人很会社交，就想认识所谓高端人脉；看见富人生活松弛，就想提前享受。但真正的顺序可能是反过来的，先有能力，再有松弛；先有现金流，再有消费；先有价值，再有人脉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如果顺序反了，模仿富人就会变成透支自己。你以为自己在靠近富人生活，其实是在用普通人的收入模仿富人的支出，这就危险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模仿不是外在模仿，是底层模仿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模仿他们怎么花钱，而是模仿他们怎么积累能量、判断力和资源。我们往深一点说，富人真正不同的地方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不是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多神秘，而是他们更早建立了一套让自己持续增值的系统。系统这个词很关键，不是今天打鸡血，明天摆烂。对，比如早起，不是为了显得自律，而是为了把最安静、最不被打扰的时间留给自己。锻炼不是为了发朋友圈，而是为了保持行动力和精力。阅读不是为了装有文化，而是为了拓宽判断力。独立思考也是，富人不一定每次都判断对，但他们通常会训练自己分清事实和观点，不轻易被情绪和欲望带着跑。还有多收入来源，它背后不是我一定要同时做很多副业，而是一个很朴素的意识，不要永远只靠单一时间换钱。这对普通人其实很有启发，不是让你立刻搞3个项目，而是开始想，除了上班，我还有没有可以慢慢积累的技能、内容、资产、经验。我跟你看法不太一样的一点是，我不想把模仿富人说得太轻松，不是你早起、运动、读书就一定能变富。这个当然，习惯不是魔法。是，社会资源、行业机会、家庭背景、时代环境都会影响结果。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简化成你不够努力，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自己能改变的部分。对，我们不是在说只要模仿就能成功，而是在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先模仿那些长期有效的行为，先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精力、更会判断、更能行动、更能链接资源的人。这比空想我什么时候发财实在的多。那具体怎么模仿？我觉得可以先挑几个普通人真的能开始的点。第一个是模仿富人的时间观，比如早起，可以是早起，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要5点起。重点不是几点，而是你有没有一段不被别人切碎的时间。比如上班前半小时，或者晚上到家后先不刷手机，留一段时间给自己。对，富人很少把整天都交给随机信息，普通人最容易被短视频、群消息、情绪消耗切走。所以模仿早起，本质不是早起这个动作，而是把一天最清醒的时间先还给自己。第二个是模仿他们对身体的重视。提到锻炼，这个我觉得很真实。很多人以为赚钱靠脑子，
但身体垮了，脑子也很难好用。身体是行动力的底盘，你长期睡不好、吃不好、不动，做事效率、情绪稳定、判断力都会下降。所以运动不是为了变成健身博主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有更稳定的能量。你可以从很小开始，比如每天快走20分钟，或者做一组简单拉伸，重点是让身体重新动起来。第3个是寻求反馈，这个很多人不习惯，因为反馈有时候不好听。对，害怕被批评，害怕发现自己不行。但富人或者说成功的人，通常不会只活在自我感觉里，他们会问我这件事哪里可以改，我现在是不是还在正确路上，我的产品、内容、表达、工作方式有没有真实反馈。反馈不是否定你，是帮你看见盲区。一个人如果只靠自我感动，很难进步。第4个是找到多位导师，这里的导师不一定是现实里正式拜师，一本书，一个你长期观察的创业者，一个行业前辈，一个比你成熟的朋友，都可以是导师。重点是不要只待在自己的经验里。对，去学习比你优秀的人是怎么判断、怎么行动、怎么复盘失败的，不是迷信他们，而是提取模型。这个词好，提取模型。比如你看到一个人很会做内容，不只是羡慕他流量好，而是拆他的选题、表达、节奏、交付方式。第5个是阅读和独立思考。阅读是输入，独立思考是消化。只读不想会变成收藏夹式学习，只想不读又容易困在自己的旧经验里。富人喜欢读历史、自传、个人修养这类书，其实是因为这些东西能拓宽认知面。是，历史让你看见周期，自传让你看见路径，个人修养让你看见人的底层能力。而独立思考是让你不轻易被别人带节奏。这在赚钱和生活里都很重要。别人说这个风口好，你要能判断适不适合你；别人说这个消费值得，你要能判断他是不是在掏空你。第6个是结识牛人，但不是功利的贴上去。对，一个人的价值是身边最常来往的几个人的均值。这个说法不必绝对化，但方向是对的。你长期和负能量、抱怨、没有目标的人待在一起，你会很难保持清醒。而你靠近目标明确、乐观热情、做事扎实的人，会被他们的节奏影响。但结识牛人不是去讨好他们，是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比如你能提供信息、执行力、真诚的反馈、稳定的合作。所以社交礼仪也很重要，平等、谦虚、讲信誉、尊重别人。真正厉害的人通常不喜欢那种只想索取的人。还有帮助他人成功，这个点很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一提赚钱就只想我怎么赢，但长期来看，能帮助别人达成目标的人，自己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信任、资源和回报。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。所以模仿富人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变得更有目标，也更有合作意识。最后我想说，富人最值得模仿的其实是他们对目标的热情。他们不是没有挫败，也不是永远积极，但他们通常会不断修正目标，完善目标，然后继续追求。这种清晰感会给人能量，因为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，也知道下一步要改什么。所以普通人想开始，不要一上来就模仿12件事，太多了。先选一件，比如明天早起30分钟留给自己，或者今天晚上读10页书，或者找一个靠谱的人问一次反馈，或者把自己的收入结构写下来，看有没有可能慢慢发展第2条线。这些都很小，但他们是在换你的系统。对，你不是在假装富人，你是在训练自己拥有更像富人的底层能力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一个词，你最想先模仿富人的哪一个习惯？是早起、运动、阅读、反馈、导师、社交，还是多收入？不用写长，就留一个词，也当做给自己定一个很轻的小开始。
这期就聊到这里。成为富人不是先模仿富人的消费，而是先模仿富人的习惯系统。晚安，愿你慢慢变成一个更有精力、更有判断力，也更有选择权的人。